为什么是我们？真的，我有一个强烈的不配感。你有答案吗？就大家等的不是我，等的是我是吗？对，就等这2个上海人在这里正式做马屁精，然后骗了大家的感情。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变了，马来西亚是一个载体。我爸妈也没有做到那个样子支持我们，为什么他要支持我？而且他们花钱，你知道吗？这个平行世界进入并不容易啊。内心的挣扎说，我是不是利用了观众们的感情？大马是不是一个平行世界？这是一个科幻的话题吗？并不是，是王太看到的一条留言，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王太，你介绍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观众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借此来分析一下吧。就是说来挺有意思的，就是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在咱们 community 里面就是发了一下，那天周4下雨的晚上，我们去送夜宵嘛。那我记得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路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每一单几乎除了第1单是准点送到，其他每一单都是打挨了，就是延迟了，对吧？延迟了，因为那天送的挺久的，我们大概7点半出门，到家晚上已经很晚了，所以说送的挺久的。但是因为我只负责开车装卸货嘛，你在做客服跟大家去聊天，大家跟你说了一些什么呢？就我知道有一些观众他们是特地想下来跟你打招呼的，所以问了我，一开始就问了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那已经跟我承诺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只好无奈的告诉他可能还要再晚上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然后没有一个人说啊你们快一点啊，或者说就很着急，影响我工作，都是告诉你说慢慢来。小心驾驶，不着急。就大家等的不是我，等的是我是吗？对，就等的都是你嘛。所以就是说，其实那天应该是有5、6个观众都是这样子回复我们的，我们的顾客都是这样回复我们的。所以我当时发了那个截屏给到这个 community 里面之后，就看到有一个观众留言说，意思是。难道我所在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平行世界吗？我理解他想表达的就是这有点好的，不太像真的啊。那这位观众你熟悉吗？就是留言的这一位观众，他是一个大马人，或者是我们同胞中国人，或者是感觉从他这样说的话，他应该是一个 either 是马来西亚人 ，either 是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一阵子的人，所以总之是属马来西亚的，所以他才会对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对待。我感觉他是有一些难以置信，或者说觉得不太真实。对，我还可以补充的是，就那天晚上时不时的会有雨，而且一开始 PJ 别人给我看在下大暴雨嘛，我想我们出发前7点钟的时候，就那个观众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要小心哦，我们这边雨很大，你可以慢一点。然后到8点半的时候，他才小心翼翼的问我说 ，Billy 今天还会送我这一单吗？然后当他我大概过了1个小时再回他的，他才跟我说没事，小心驾车就好。因为他还订了2盒饭呢。后来我在猜想，他们老2口可能是这个晚餐就是吃我们送去的，所以比他的预期应该是晚了不少的。但是从来没有具体问过你什么时候会到。对，这么来说，观众会不会更觉得我们是平行世界了？本来是平行世界，比方说是 M100，现在变成 M300、400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看到他这个难以置信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我自己，就是说这些在我们身上发生过的很真切的这个善意，不论是我们开始做频道，观众对我们的这种支持鼓励，还有多次的给我们寄送这些书籍啊、礼物啊，还有就是在今天我们早上不是又被人家买单了吗？认识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现在自己创业，这些从观众转化为我们顾客，就是对我们的这种善意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你也会感觉说，我这是真的吗？就是你其实也感觉是一种平行世界，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在我没有在马来西亚经历这一切之前，我觉得我可能如果要瞎编乱造一些这个所谓的好人好事，我都想不到的这样的好，它就是很真切的降临在我们2个的身上了。所以说你也会有一种奇遇恩典般的惊奇。那你感觉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别人讲平行世界，你分析首先它是真的嘛，对吧？因为它确实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啊。那你判断原因来自于哪些呢？原因我其实还是有点想不通，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如此平凡，然后
我们什么也没做，然后现在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生意，讲起来就很多，有很多观众也会提到说，这2个上海人在这里就是做马屁精，然后骗了大家的这个感情，你知道吗？我其实还时常会有这种感觉，我会有一种赚钱就是赚来就是感觉是不是特别好的，很愧疚的这种心态，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check and guilty 啊，对，我们好像是感觉就是。为什么是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善意？为什么是我们？真的，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配感。你有答案吗？我没有答案。我觉得大概真的是我们运气太好了，但是我又觉得马来西亚可能这才是真正的马来西亚嘛，它才是真实的马来西亚，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些事情，这些善意。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其实这样来讲啊，我并不觉得每一个观众都会理解到我们，因为首先我们的生活成长的环境就并不相同嘛。对啊。那么第二一点啊，即便跟我们有相同经验的人，他没有跟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或者思考在同一个频率上的话，未必会感受。但是 anyway， 我想表达一下啊。首先，我觉得当然是真的，而且我也感到很惊奇。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先是切换了一个生活环境，这和我们原先所经历的差异太大了。当然它是属于我们原先个性化的经历。我们一再强调，比方说在上海，我们回去也会拍一些东西，不是说在上海生活就完全是不开心的，在上海就没有善意的人，我们也有很多令我们感动的人事物嘛，都是存在在那儿的，每个人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特殊性就在于，因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家庭相处，我们在工作、孩子教育方方面面，感觉都走到了一个尽头，碰到了一个死结。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切换一个生活环境。那到了这里，大马又有其特殊之处，就大马的人本身确实大部分都是心怀善意的，而且这种善意跟我们所有的经历啊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两个世界。那么至于为什么和别人所理解的马来西亚又是一个平行世界，这一点啊，第三层啊，我觉得又是我们自己身上的特殊性造成的。就有可能我们到了大马，你看我们和上海原先的生活方式，我们的 mindset，我们的习惯啊，都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正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境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所以我们更容易获取善意。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变了，马来西亚是一个载体，就是我确实希望要一碗科技很活的汤底，首先换成一个真的熬出来的高汤，但是去把它激发出来的这些洋肚菌啊，你用的这些食材，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这么奇妙的搭配之下，然后我正好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我感到我确实喝下了令自己暖心暖胃，又让自己心情舒畅的一碗鸡汤。说的有点长啊，但我是想跟我们的个性、经历，跟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还有我们切换了生活环境都有关系。OK， 反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不配感嘛。我觉得我爸妈都没有这样支持过我。从我6月份回去探亲的时候，我知道他们2个看到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餐饮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认真问过我你们要做什么。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持，对吧？我们不管是说金钱上的或者语言上的，都是完全没有，就好像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餐饮一样。就是如果我至亲的亲人他都没有给我这样的鼓励的话，为什么这里的陌生人他们要这样支持我们？我还记得我们送的第1单嘛，就是那天送到之后，那个观众下来取餐单就塞给我们一个红包，他说这个红包是你们，我知道你们在做善事，我相信你们会把这个钱帮我捐到有需要的地方，你不用告诉我你们捐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就是想通过你们把这个钱给捐出去。你知道这是我们真的第一单就碰到这样的顾客。然后那一天我们也拍过照片，那一天好像是送了13单嘛，好多东西拿回来。然后最近我们也是送新客户嘛，送到那边去之后，人家就送给我们什么虾片啊，刚才在那里流泪了。还有一个 Dr. Paul， 他直接就给我们拿了一条好大的鱼。然后最近一次给他送，他又订了好多。走的时候他
他说你等我一下，他说要去房间里面去拿那个他买的虾，他说你回去，你朋友正好在，你做给他吃，今天早上刚刚送来的，就是你知道，真的是像我爸妈也没有做到那个样子支持我们，为什么他要支持我？而且他们花钱，你知道吗？我稍微夸张一点来说啊，其实和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做油管的频道那我们非常真实的暴露自己的想法，真实的生活，别人也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同样在做油管频道啊，有些人比方说他就是以劲爆的标题吸引人的封面然后文不对题、毫无逻辑的方法那样去做的话，虽然有流量，但是大家恐怕很难跟他产生一种共鸣，对吧？很多人的这个频道看了半天，他也不知道这位博主叫什么名字。那我想我们是如此真实的生活，我们是非常用力的生活，我们也很坦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透过油管呢，要感谢互联网，就我们和大家建立了一种很深的一个友谊吧。就像有一个观众讲的，把他们当朋友，我说太对了。我们有了这种 bonding 和连接是这是一种天赐的，因为其他机会下你很难和这么多人然后这么快的建立互信。一般人的互信要由陌生人的互相试探，然后到一些能力的验证、情感的验证之后，大家才会慢慢走到一起。但是借由这样的一种分享方式，我们很快的就走到了一起。当然我想说它的副作用就是我们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进行自我审视不要去做自己都过不去的，不愿意给自己看、给小孩子看不真实的、只有流量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那些是我们不做的嘛，对不对？这也更加延烧到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的做的生意也是这样，我们对自己都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因此会感到好像对得起大家的这种信任。所以这个平行世界进入并不容易啊。我们把这个话题收回来哈，我是觉得跟确实那个观众有可能他确实没有感受到，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大马人，我觉得跟我们自己首先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在做的油管也有关系，那跟我们现在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我建议，既然这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确实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就像我们早上也欣然地接受了这个观众的善意，他帮我们买单了。我觉得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我们要承认，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平行世界，我们就认可这个物理世界的存在。我们享受到这份善意，并不要说倒过来为他而感到愧疚，相反，就是我们在这条路上要更加用力的生活，更加感恩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嘛，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对吧？我们已经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不要去 regret 说我不配获得这些善意。对，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现在还能够就是擦除自己，就是在收到这些观众朋友们然后陌生人给我们的这善意之后，会感到说，哎，我是何德何能，我怎么配拿到这些？我其实也会，你看我们真的是回馈。然后前2天很有意思，突然之间我用自己的账户登 YouTube， 他推给我一条你的视频，就是我们1年多之前在马来西亚录的，说马来西亚人傻吗？对，我们在里面就是说了一点，我们初到马来西亚3-4个月之后，我们感受到的一些来自同学的妈妈给到我们的善意。然后周遭的陌生人给到的善意，你知道吗？然后这里面我当时就说，我们要想如何去在马来西亚好好的脚踏实地的生活，怎么去回馈。这1年以后的这个，我觉得就很自然的，我们确实做了一些所谓的小事，对吗？是，没想到我们实践了当时自己的一些设想，在享受到这样的善意、被爱所环抱的情况下，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付出，这个让我们感到更加踏实，更加变成我就像我有一集在善意分享的视频中说的，就是成为马来西亚，就好像变成他的一份子，对，是吧？收到了善意之后，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我们也会觉得更勇敢，我们也会去向陌生人表达善意，对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想这个是给到我们最大的，接受到陌生人善意之后，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和自己的这个打气。对，我想善意回馈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在这边好好的生活，
我好好的治病，继续治病，然后我们好好的把我们自己想做的这些事业去经营好。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在马来西亚想做的，我们把它一桩一件都把它做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回报。我们本来更多的是希望给别人一些勇气啊，好像自己具备一些勇气去切换生活，切换一种生活的状态，到了一个新的时空之下。但是没有想到的呢是，这个地方它会继续给到你，更多的力量。好像你看啊，自己在变得更加柔软的同时，又变得更加坚强。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2点。所谓的柔软，就是让自己纯化，更加的善化，去除到心中有的一些毒素、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一些小家子气的、一些这个提防着别人的狭小的世界观，那让自己变得更加软。但同时呢，好像你又更坚定了，你觉得这样很坦荡，你觉得这样跟人相处很舒服，跟这个世界的连结让你变得更加坚强，而让你有机会去闯更多的可能性。对，我们现在一桩一件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原先做梦都不敢想、不曾想，但是是靠自己先做再有的，有了以后你才能看到更远更大的未来。对，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相信你刚刚跟我说的，就是我觉得要坦然的去正式的面对这一切，然后坦然的把自己这个事情做得更加坚定，继续做下去，不要对自己有这个怀疑，觉得说我现在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面总是会有提到我们的 Oka， 我们这个品牌会觉得巨大的羞耻，你会内心的挣扎，说我是不是利用了观众们的感情，会有这样子对自己的道德审判，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有10万粉丝的话，我会觉得利用，因为这些粉丝我来的并不这么难。太简单了，大家看了几个视频，蹭都来了，我们又跟大家互不认识。但我个人觉得我的经营算是一步一脚印的，我们做自己想做的内容，对吧？我也特别要感谢一些观众啊，就我们说到的话就可以正好提一下，像丹青啊，像 JC 啊，像吴毅啊这些观众，我们可以点一下他们的名字。我觉得跟他们的交流就真的像朋友一样。他们互相还会在群里面聊来聊去。我是想说啊，就说这些观众是我们通过分享真实的一些状况慢慢获得的，所以我挺心安的。那做生意并不是一个道德上有什么瑕疵的一个事情，对吧？那就有些人是信基督的嘛，他会认为你赚来的钱只是上帝托你保管，我们也是一样啊。我觉得我们是慢慢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做的事情就把这种关爱和健康还有美味，把它打包成了一个方便的东西。我们的观众不也是把这份爱传递给他一个人在家照顾自己的小孩，第2天也出差的老公，他无法照料的亲人吗？所以你看第1个月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就我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但我也想提醒你啊，王太，就是我们停止这个比较，不单单说要去看自己配不配，我做的对不对，来提醒自己我现在生活的世界，这个平行世界是真实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时不常的会去和比方说你的父母去比较，说哎呀我的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么好，我以前我爸爸怎么样。我觉得如果连这一层比较也不需要的话，那我们会更加坚定，更加确认现在的真实性。就我没有必要再跟你，既然知道原先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所以我并不需要知道这个黑它是有多黑来证明现在的白是真的白。那我们会说更加君子坦荡荡嘛，对吧？人家说小人长戚戚。明白。至于别人为什么他感觉是个平行世界啊，我还有一个观察吧，也算是一个想法，另一层跟刚才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进行补充，算是第4个想法，就是你自己发出一些什么能量，你就会接收到一些什么能量。吸引力法则吗？吸引力法则。我以前觉得这个书很浅很简单，但它随着年纪的增长，会随时在脑袋里回荡。就像有些观众说，哎呀，你看你中国做的也没有很好啊，或者说你怎么样？你看那些凡是批评我的，我就发现都有一个同样的来由吧。就他在谈他的恐惧，他在谈的是他的想法。
他看到这个东西，他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不开心，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担心，社会上的问题，他把它留下来。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想着的是要发出善意，所以我们容易被吸引过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的话，就咱们之前一起看的那本，就是获取支持型顾客，讲那个餐饮的，我们一起在学习的那本书。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顾客呀？然后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做1个半月下来，我们也真的是遇到了。然后这里面书里面，我觉得它里面分析的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很幸运的已经做到了，就是我们展现的是整个过程，我们展现的是真实，展现了我们的一些失败，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成功，还有大家呢可以再看到我们中年人是怎么跨行创业，整个过程，大家看到的是真的就是我们如何乘风破浪，如何遇到挫折，如何去打关。我想在这边很好的就是我们有马来西亚人的这种成人之美的这种美德，大家愿意来推我们一把，所以我们才会遇到这些支持型的顾客，那么早我们就遇到了。是这个平行世界是很有趣的，而且通过网络，我想只要我们分享的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对吧？而且我甚至有个想法，就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个 YouTube，我们把它给记录下来，分享出来。其实我们也是给自己的小孩树立一个 sample， 对吧？当他也看到，我们的观众在路边认出我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又多了一个跟我同学去说的资本。他本来就是说，哎呀，老爸，你能不能改个名啊？真的，他说你改个名，因为我跟我的外国的同学讲，你叫 Reborn in Malaysia， 我觉得好奇怪哦，就是觉得有点对害羞啊。这怎么叫 Reborn 呢？有那么严重吗？后来他提出要求说，你什么时候拿到10万粉丝的这个 button？ 他现在都知道这很遥远，这也对我来讲不切实际。但他看到这个事情，那同时也看到我们在做的。你看，我们出去一次，跟他说，我们今天送了很多客户啊，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他也会说，哟，恭喜你们，这个挺好。那他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这身体力行的给到他一些做事的 sample， 是挺好的。我觉得儿子也是。怎么说呢？我们以前一直要说中国人喜欢这个望子成龙，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儿子对我们他也是有期待的，他也很好奇，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以前干的这种 YouTuber 做餐饮啊都是挺不正经的，就是好多年的这个事儿。我还记得以前他在同学面前，然后写作文里面就说到自己妈妈以前是干什么的那种自豪感。其实我也很担心他有心理落差，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向他证明，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我们从零开始，我们从零学起嘛，跟他一样，他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是用生活来哺育生活，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实践来构筑这未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吧？知行合一嘛。是的，挺好的，接受儿子的监督。今天可能是讲的最乱的一次哈，从平行宇宙讲到了善意的获取，讲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但一定也是非常真情实感，希望大家喜欢吧。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有条件的还是定下肌肉产品啊。